莫斯科近郊的天空中劃過一道異樣的火光，一架造型前衛、線條流暢的雙發重型戰機失去控制墜向地面。儘管飛行員成功彈射逃生，但地面上熊熊燃燒的殘骸影像依然傳遍了全球互联網。這具殘骸屬於俄羅斯航空工業的頂級戰力蘇57隱形戰鬥機。次日，圍繞這起墜機事件的輿論戰徹底爆發。烏克蘭軍方高調宣稱，其隱蔽部署的前沿防空系統在遠距離成功獵殺了這架俄軍最頂尖的戰機。而俄羅斯國防部與軍事自媒體則堅稱，戰機是在應對莫斯科周邊密集無人機襲擊時，因電子對抗干擾導致敵我識別系統失靈，慘遭本土防空部隊友軍誤擊。無論是哪一種解釋，都指向同一個事實：這架承載着俄羅斯航空榮光的五代機，以一種荒誕的方式墜落了。從2002年前線空軍的前瞻航空系統計劃立項，到2010年 T-50原型機首飛，再到印度退伍入侵烏克蘭戰爭中的謹小慎微，直至如今首都上空的墜落，蘇57的發展史不僅是一部充滿技術妥協與工業陣痛的戰機研制史，更是俄羅斯在衰敗中掙扎求生的縮影。蘇57是對蘇聯遺產的艱難繼承。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蘇聯空軍啟動了名為 I-90 的新一代戰機研發計劃，試圖研制一款能同時取代米格29和蘇27的全能型戰機。然而，隨着蘇聯的解体，米格集团的 MiG 1.44計劃與蘇霍伊集團的 S-37潛旅翼方案均因資金鏈斷裂而步履維艱。當 MiG 1.44在2000年終於完成遲到9年的首飛時，對比美國已經成熟的 F-22猛禽戰鬥機，其設計一線落後。面臨巨大代差壓力的俄羅斯政府於1998年重新制定了五代機技術指標，並於2002年正式啟動新計劃。蘇霍伊公司憑借內部編號為 T-50 的設計方案一舉中標。然而，失去了蘇聯龐大工業體系支撐的俄羅斯正面臨嚴重的資金與人才斷層。T-50 工程在早期被內部工程師戲稱為飢餓工程。當時俄羅斯軍方僅能提供大約 20% 的研制經費，蘇霍伊公司私出 40%， 剩下 40% 的資金缺口一度沒有任何着落。為了分散技術風險與研發成本，俄方不得不採取邊研發邊移植的過渡策略，將為 T-50 研制的推進系統、部分航電與傳感器先安裝在蘇27機體上進行測試與變現，這才誕生了後來的過渡機型蘇 35S。 直到2010年1月29日，第一架可飛行原型機 T-50E 才在阿马爾河畔共青城完成首飛。此時距離美軍 F-22服役已經過去了整整5年。為了強行營造能與西方抗衡的假象，蘇57在設計之初就極具冒險姿態，通過犧牲部分隱身性能換取極致的超機動性與高速巡航能力。在气動布局上，蘇57採用了前衛的一身融合設計，全動式水平及垂直尾翼，配合3維推力向量噴嘴，賦予了戰機極其恐怖的高攻角控制能力。最獨特的創新在於機翼根部的翼前緣渦流控制器，這一設計能精細調整高攻角狀態下的氣流，使戰機即使在失速狀態下依然能夠快速改出。然而，這種对近距離格鬥能力的偏執掩蓋了俄羅斯在隱身材料與精密制造上的真實短板。美制 F-22 和 F-35採用了完美的 S 型进气道，能徹底遮擋發動機葉片產生的強雷達反射，而蘇57選用了曲率較小的直通式變相進气道，無法完全遮擋風扇葉片，僅能靠進气道內部加裝雷達波阻隔網和吸波塗層彌補。此外，蘇57原型機蒙皮上大量的裸露鉚釘，檢修蓋板縫隙以及可動翼面縫隙，造成了嚴重的雷達散射。蘇霍伊專利文件顯示， T-50 原型機的雷達反射截面積介於 0.1 至1平方米之間，與雷達反射截面積低至 0.0001 平方米級別的 F-22 相比，差距巨大。西方分析家指出，蘇57更像是一架增加了隐身涂層與內置彈艙的超音速拦截機，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全向隐身五代机。五代机的另一大指標是无后燃器超音速巡航，但蘇57在動力系統上陷入了長期的雙新危機。試飛及投產初期，蘇57只能使用117型發動機作為過渡，該發動機本質上是蘇 35S 所用發動機的深度改良版，推重比與熱效率難以徹底滿足長時間超音速巡航的需求。直到近年，真正意義上的五代發動機產品30才開始緩慢進行搭載測試。換裝該發動機的改進型被稱為蘇 57M， 但其產能始終無法跟上交付節奏。在電子設備方面，俄方為蘇57規劃了極為超前的 SH-121 多功能整合無線電電子系統，整個雷達架構包含機鼻整流罩內的主雷達、前機身兩側的測試雷達，以及嵌在機翼前緣延伸部的 L 波段雷達。此外，
新一代整合式模組化電子作戰系統採用光纖數據傳輸，宣稱能實現自動偵測、目標威脅排序，並支持 A 射 B 導。基一架蘇57偵測引導，由編隊內其他友軍或地面防空部隊開火。然而，這套高度複雜的航電架構過度依賴龐大的軟件代碼與精密傳感器的完美協同，在後來的實戰與電磁對抗中展現出了致命的脆弱性。技術上的隱患與工業基礎的衰退，最終引發了蘇57項目國際合作的徹底崩塌。早在2007年，俄羅斯就與印度簽訂協議，計劃基於蘇57共同開發印度版五代機 FG-F-A 項目。印度空軍預定投入約250億美元，並支付了數億美元的前期研發費用。然而，隨着印度技術人員深度參與項目，他們發現了令人震驚的事實：俄方提供的 T-50原型機不僅隐士性能遠達不到五代機標準，其搭載的雷達和傳感器融合能力也極不成熟，發動機壽命更是无法滿足高強度演習的要求。更讓印方不滿的是，俄羅斯拒絕共享核心飞行控制代碼與雷達技術。經過長達數年的拉鋸與評估，印度國防部於2018年正式宣布退出該項目。印度的撤資不僅給蘇57的研發資金鏈當頭一棒，更向全球軍貿市場揭示了一個事實：失去了蘇聯時期工業整合能力的俄羅斯已無法獨立打造出真正的五代機。在困難重重的研制過程中，蘇57原型機队的試飛時充滿了事故。2014年6月10日，第5架可飞行原型機在降落時突然發生發動機起火事故，机身嚴重損毀。為了挽救項目，蘇霍伊工程師不得不將另一架尚未完工的原型機拆解，將其前板机身與受損残骸拼接在一起，歷時1年多才将其修復。然而2019年12月24日，首架本應正式交付俄空天軍的量產型蘇57，在出廠驗收試飛時，因尾翼控制系統故障，導致飛機進入不可平飛的螺旋，最終墜毀於荒野。這場事故直接將蘇57的正式服役時間推遲到了2020年12月底，俄空天軍才勉強接受了第2架出廠的量產機。為了給屢遭挫折的戰機背書，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干預，宣布國防部將購買76架蘇57。然而，俄國的工業產能根本無法支撐這種政治許諾。共青城飛機建造廠的生產線缺乏自動化裝配設備，戰機蒙皮的鉚接與复合材料固化過程大量依賴手工。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徹底暴露了其試圖通過軍事冒險重建大國威望的幻想，也將其軍工產業推向了絕境。歐美隨之實施的嚴厲制裁，封鎖了包括高階数控機床、碳纖維复合材料原絲、光學鏡頭以及高檔半導體芯片的供應鏈，使蘇57本就緩慢的生產線雪上加霜。截至2022年底，俄空天軍實際服役的量產型蘇57僅有10架左右，後續交付仍是以每年3到4架的龜速艱難推進。在量產困頓的同時，俄羅斯軍方迫切需要利用蘇57進行政治宣傳。2018年2月，在未經作戰服役評估的情況下，俄軍突然將2架蘇57原型機部署至敘利亞的赫梅明空軍基地，隨後又追加了2架。俄羅斯國防部高調公布了蘇57在敘利亞上空發射巡航导彈的視頻，宣稱戰機出色地完成了實戰測試。然而，軍事分析家很快指出，這種部署純屬政治秀。當時敘利亞戰場完全掌握在俄軍控制區內，缺乏任何有效的防空威脅與五代機对抗環境。蘇57不過是在安全空域進行了幾次簡單的防區外導彈投擲，其隱身性能與航電对抗能力根本未得到任何高烈度檢驗。在2019年的莫斯科國際航空航天展覽會上，俄方首次對外展示了靜態觀摩的蘇57。儘管俄媒極力宣傳其精細的复合材料做工，但在記者拍攝的近距離特寫照片中，机身接縫處凹凸不平的鉚釘，未經精細隱身處理的發動機喷口，暴露了俄羅斯現代精密制造業在追求五代機標準時的力不從心。俄羅斯只是通過展示這款戰機來向世界證明其恢復了與蘇聯時代比肩的尖端軍工實力。然而，那些漏洞百出的生產細節與極其匱乏的產量已經給出了答案。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的全面入侵，不僅沒能如其預想般迅速重演大國崛起的劇本，反而將俄軍及其頂尖武器推入了高烈度消耗戰的泥潭。俄軍高層深知，一旦蘇57在烏克蘭境內被擊落，其殘骸落入敌方情報部門手中，俄製武器最後的包裝將徹底碎裂。因此，蘇57在俄烏戰場上的使用極其謹慎，甚至到了近乎怯懦的地步。他們絕大多數時間僅在庫爾斯克、布良斯克及盧甘斯克等完全處於烏克蘭野戰防空導彈射程之外的安全空域巡邏飛行，利用內置彈艙搭載的 Kh-69 巡航導彈、反輻射導彈進行遠距離防區外打擊。即使將戰機蜷縮在後方，地面的安全謊言也迅速被打破。為了規避前線風險，
俄空天軍將數架蘇57部署在距離戰線長達數百公里的阿赫圖賓斯克空軍基地。俄軍高層天真地認為，這一深度縱深足以確保絕對安全。然而，在2024年6月8日夜間，烏克蘭策劃了一場遠程無人機群襲擊事件，用數架低成本的無人機突破了俄軍後方防空網，精準轟炸該機場。4日公布的高分辨率衛星圖像顯示，在一架蘇57戰機旁邊的地面上出現了明顯的爆炸彈坑與火燒黑痕。隨後，多個軍事頻道證實，至少有一架蘇57原型機被無人機爆炸產生的彈片擊中受損。價值數億美元的頂級戰機居然長期停放在沒有加固防空掩體的露天跑道上，俄軍拿不出資金與效率去建造混凝土防空機庫，最終讓昂貴的航空資產暴露在廉價無人機的打擊之下。時間的輪盤撥到2026年7月，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步入第5個年頭。俄羅斯不僅未能實現快速征服的夢，反而將自身拖入了國力衰竭的深淵。為了癱瘓俄羅斯的戰爭後勁，烏軍大量引入長航程隱身無人機與巡航導彈，對莫斯科及周邊地區的能源設施與軍工企業實施飽和式襲擊。莫斯科的防空體系被迫長期處於高度緊繃。2026年7月23日傍晚，俄空天軍一架部署於首都防空圈內的蘇57戰機升空執行攔截與巡邏任務。然而，在莫斯科郊外上空，指揮系統突然爆發劇烈混亂，地面防空陣地連續發射了2枚防空導彈，精準命中了這架低空巡航的蘇57。戰機瞬間爆發出巨大的火球，劇烈翻滾，墜毀於森林邊緣。雖然飛行員跳傘成功，但戰機殘骸在莫斯科郊外蒸騰起的煙霧，徹底砸碎了俄羅斯試圖通過頂級武器彰顯大國威嚴的假象。事發後，無論是烏克蘭宣稱的遠距離獵殺，還是俄羅斯內部透露的敵我識別失靈導致的友軍誤擊，都暴露出蘇57航電系統與俄軍防空網絡體系的底層崩潰。一方面，在莫斯科周邊極其複雜的強電磁干擾環境下，蘇57與地面防空指揮中心之間的數據鏈遭遇了嚴重的傳輸延遲或阻塞。另一方面，地面防空雷達在面對低空慢速無人機群與高空戰機混雜的目標流時，系統識別負荷達到極限。由於蘇57本身隱身性能存在缺陷，且雷達特徵不夠明確，導致地面防空部隊進行目標分配時，在未收到明確敌我識別響應的情況下，下達了擊落指令。這場墜擊不是一次偶然的技術失誤，而是俄羅斯在缺失先進電子工業支撐下，強行構建防空體系時必然爆發的排異反應。莫斯科墜擊危機引發的連鎖反應迅速擴散，在國際軍貿市場上，此前預定採購12架蘇57的阿爾及利亞，無疑會因這次墜擊產生新的疑慮。與此同時，研發路線也出現了無奈的倒退。莫斯科墜擊暴露出單人座艙在面對超負荷信息處理時的致命缺陷。為了挽回局勢，俄方不得不加緊推動雙座型蘇57D的測試，增加一名後艙操作員來減輕飛行員的負擔，並改善無人機系統控制。這等於間接承認了原版蘇57的高度自動化與 AI 輔助座艙設計未能達到宣稱的技術標準。回望蘇57的發展歷程，這架戰機本身的命運正是俄羅斯軍事困局的縮影。它並非一無是處，在極其有限的預算與受限的零部件條件下，工程師發揮出了不俗的氣動設計天賦，其近距離機動能力與導彈承載能力依然留有蘇聯航空遺產的餘溫。然而，想成為現代頂級五代機，靠的不是幾個眼花繚亂的過時速機動，它需要的是一個由頂尖半導體工業、精密制造、軟件工程和龐大綜合國力共同支撐的系統工程。至於俄羅斯能否做到，莫斯科郊外那縷黑煙就是答案。本期關於蘇57的視頻就到這裡，各位覺得如果蘇聯還在，蘇57是否能成為真正的五代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收藏、轉發，我們下期再見。